现在教大家怎么样把那个14、13版的这个进口克莱奥，后置的这个摄像头怎么样进行更换。首先呢，要把这个后备箱的箱盖的这个装饰板把它拆下来。怎么拆呢？先把这个把手这个地方给它撬开，它里面是没有螺丝的，就卡扣把它撬开，用那个撬板，就这种撬板，就这样的撬板把它撬开。撬开之后就可以把它扒下来了，扒下来之后放在一边当然在撬开扒下来之前呢，要把这个里头，你看，这里头有这种塑料的铆钉，有4个铆钉，把它先撬开，是这样的，长得是这个样子。因为你看它有卡扣，所以就是直接把它撬开的就会有弹性嘛，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就把这个把手这个地方拆掉，拆掉之后就可以把这个整个盖板取下来了。取下来之后就可以清晰的看到里面的走线包括尾灯这个后盖箱的这个锁呀，包括这个倒车影像的这个走线都在这里头。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倒车影像包括牌照灯的这个东西拆下来，2个螺丝一拧就可以拆下来。拆下来就这个样子。拆下来之后，把里面的线从里面扒出来，扒出来之后就这样，它上面有这个，它是一根线，你看，有一个这个变压器的一个小包，要把它剪掉，剪掉之后呢，从车的右边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线和电源线在这个位置，然后把新买的摄像头按照原来线的这个颜色和排序，把它一接，剪断一接就完了。然后我这个是接好了之后试了一下，没问题。我这会儿准备在里面穿线，再重新接一下，然后再做相应的这个防水各方面措施，再把整个盖板盖起来，就整个就完成了。需要的工具呢是这个小撬板，这用来撬这个装饰板那些这个卡扣的地方。然后螺丝刀，10字螺丝刀然后拨线钳，然后当然还有一些什么胶带之类的，是吧？这个里面一些胶带，这个绝缘胶带，还有扎带。绝缘胶带裹上之后，为了这个寿命更加长一些，或者防水更好，可以在外头再扎一下扎带，对吧？然后当然在做这个事儿之前呢，最好能把车的这个蓄电池负极给它扒掉可以看一下，就这个负极给它扒掉。就这个扒掉，这个你把整个车关掉之后，这个负极是，反正这个12伏的电嘛，这个负极的话是不带电的，直接拿这个扳手把它拧下来就完了，把它放到一边，搭到一边就完事儿。线从这个地方穿过来，从这儿穿过来之后，从这个地方穿过来之后，从这儿伸下来，先不接，可以先把摄像头先装好。这里面螺丝先上，是这样的，然后再接线，整个全接好之后是这样子。新的这个摄像头的视频线里面有一个是这个视频线是个黑线，里面有一个黄线，有个红线，有个黑线。红线不用接，黑线呢直接接那个中控台的那个黑线，或者是一个铜线的馈线，然后黄线对接那个黄线的话是视频线，直接对接视频中控台过来的那个视频线，就是相当于红对红，黄对黄，黑对黑。完了这个摄像头还有一个电源线的话，就接这边的尾灯的电源线。也是红对红，黑对黑，接上就行了。有时候这个黑线可能就直接接地了，就直接搭铁看它的情况。它如果之前是搭铁的，就直接搭铁；如果之前是甩空的，就直接甩空就可以了。主要是要把这个红线要接到它的电源线上，然后再把这些线整理一下，把它
捆扎一下，整理一下防水啊各方面，把它再塞回去。接完线之后，用这个绝缘胶带先绑一下，然后为了保险起见，两头呢都用扎带扎了一下，可以起到一些防尘防水的作用。咱们线接好了，理好了，试一下这个摄像头行不行？咱们再装那个外面的罩板呀什么的。咱们试一下啊，启动车子。挂个倒档，没问题，你看，还蛮清晰的。我把这个新的摄像头装好了，这个现在就差这下面这个装饰板没有复位。然后我把这个线接好之后，从这个地方你看，用扎带扎起来之后，把它塞到这里面去了，整了一下。因为线比较长，我盘了一下，用扎带轻轻的把它，盘成一小盘，把它装到里面去。这样的话，它这个行车过程中它震动啊什么的不容易松动。好，现在尝试把这个后备箱的上盖的这个内装饰板把它装回去。看这个内装饰板就这么就直接就塞回去了，这个全都是这种卡扣结构。然后现在呢就把这个拉手这个位置装回去，这个很简单了，是吧？把它装回去就完事儿了。哎，拉手装回去了，然后剩下就是装这几个铆钉，塑料的铆钉，这很简单了，就从这儿装回去。还有一个在这儿。好，一共4个铆钉。这个怎么？好，装完了，收拾一下现场。我今天带的工具有这个手套，防护手套，有扎带，有这个1字螺丝刀、14小螺丝刀、14大螺丝刀、拨线钳、剪线钳、万用表。好，我们把这个引擎盖可以盖上了。好，顺便说一下，这是拆下来摄像头，跟我新买的摄像头基本差不多。这个结构上，它这个因为是很多年前的产品了，所以它这个设计的比较老套，是吧？里面这个线路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还是费了点功夫。你跟新的摄像头这个线序啊、线的颜色啊、搭配都不一样。好，这个可以扔掉了。好，清理一下垃圾，结束。